爸爸，这么晚来找我干什么？我不是找你的，你放心，我女儿已经换人了，她喜欢那些肌肉啊。哇，金子。那我不是没有老婆了？你放心，我女儿已经给你找好了。你看，哎呦，你这个死冤家，人家爱你都爱得入骨了。假如给你1个亿，让你娶一个女鬼做老婆，你干不干？先别急着回答，看到最后一定会震碎你的三观。这是写点大师桂志红50年前的经典之作，他将人性的贪婪和赌博对家庭的危害演绎到了极致。故事要从这个名叫菜头的男人说起，他整日泡在麻将馆里，手气背得连鬼都嫌弃。牌友们催促他快点出牌，他却磨磨蹭蹭，想靠多摸一下牌来转运，结果屁用没有。对面一个男人开杠东风，菜头还想抢杠，谁知人家直接亮出一手13幺，抢杠当自摸，一把就让菜头输了个底朝天。柴头看着自己手里的混一色杠上开花的好牌，只差1张就能胡，结果却被别人截胡，气得他差点当场吐血。输光了麻将，菜头不信邪，又转战到了扑克牌桌，结果被人同花顺通杀，赌钱赌到家徒四壁，只剩下一个漂亮老婆。很快他就因为欠下巨额赌债，被黑帮老大九哥传唤到了办公室。九哥看着他那厚厚的欠单，冷笑着给了他2个选择，要么打断肋骨，要么挑断脚筋。菜头吓得魂飞魄散，哭诉自己已经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当光了，只剩下老婆。九哥一听，顿时露出了猥琐的笑容。他早就觊觎菜头老婆的美色，于是提出一个更无耻的交易，让菜头的老婆陪他1晚，这笔债就一笔勾销。更无耻的是，菜头这个毫无底线的男人竟然一口答应，还反过来又向九哥借了200块，美其名曰交际费，要去给老婆制造点浪漫惊喜。当天晚上正是菜头老婆的生日，这个渣男一反常态，又是买蛋糕又是开啤酒，把老婆哄得一愣一愣的。他花言巧语说，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的老婆最亲，把老婆感动得稀里哗啦。紧接着他就在酒里下了药，将醉倒的妻子带到了一家情趣酒店。他一边假意温存，一边偷偷给九哥发信号。等灯一关，他就溜之大吉，让九哥这个债主顶替了自己。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九哥身上有浓烈的狐臭，妻子在黑暗中闻到异味，瞬间清醒，直接给九哥一记暴击。计划败露，九哥的怒火全部烧向了菜头。他把菜头抓起来绑在椅子上，给了他最后的通牒：24小时内自己了断，否则就把他剁成24块。菜头吓破了胆，连滚带爬的逃回家，却发现妻子已经知道了真相。妻子心如死灰，骂他狼心狗肺，收拾行李决绝的离开，连个电话号码都没给他留，只让他有事打999报警。老婆跑了，债主追杀，菜头彻底走投无路。他来到公园，找了棵树准备上吊自尽，可他倒霉到家，连树都欺负他，绳子刚挂上，树枝就断了。更倒霉的是，他想找棵强壮点的树继续上吊，结果被一个护林员救下。他刚要感谢，护林员就变了脸色，告诉他：你以为我是救你呀？我是救这棵树，这棵树是政府的财产啊！你弄断了这棵树，就是叫我卷铺盖。这棵树是你弄断的吧？是不是？你跟我到警察局去。紧接着就以破坏公务把他扭送到了警察局。警察见他身无分文，举目无亲，只能将他放走。走投无路下菜头打算继续履行与九哥的约定，可他来药店买老鼠药时，又阴差阳错的和一个买迷魂药的女人拿错了包裹。他用身上最后2块钱买了一瓶可乐，然后将拿错的药一饮而尽。很快药效发作，菜头只感觉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，居然开始调戏卖牛杂的大妈。大妈一时生气，又把他告进了警局。现在好了，2进宫整的警察也无语。经历过2次失败后，菜头再也不给自己留后路，直接走上了楼顶。他将一个煤气罐绑在身上，然后纵身一跃，结果楼下的货车遭殃了。而菜头又幸运地活了下来。他扭头一看，居然发现了一袋珠宝。菜头以为时来运转，抱着珠宝就往家跑。回家以后打开一看，里面除了金银珠宝，竟然还有一个女人的灵位，上面写着爱女刘阿翠之灵位。菜头正觉得晦气，一个神秘的老头刘三叔找上了门，原来他就是刘阿翠的父亲。他说自己不想让女儿在阴间孤苦伶仃，所以一直想为她找个丈夫办一场冥婚。而菜头捡到了装有灵位的袋子，就是天意。三叔开出诱人的条件，只要菜头答应娶自己的鬼女儿，这满袋的珠宝外加一套火葬场旁的豪宅就全都归他。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，菜头这个见钱眼开的赌鬼哪里还顾得上害怕，当场就答应了这门亲事。一场诡异的冥婚就此举行。菜头和刘阿翠的灵位对着岳父敬茶，菜头正式成为了鬼新郎。洞房花烛时，老丈人特别提醒菜头，他脾气可很大，又会柔道，他每天都喜欢吃鸡食面加蛋。哦，还有我的女儿最懒了，睡在床上看书啊，看得都快睡着了，都不起来关灯的。电费又那么贵，所以我预备一个开关给你，抬一下手就熄灯。
拍2下就又亮了。好了，我不耽误你们2个了。婚后，他拿着钥匙住进了那栋豪华公寓，以为从此就能过上富豪生活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才是噩梦的开始。第二天，菜头经过精心打扮以后，便出门找从前的相好阿朱鬼混。就在两人想要尽情舞蹈的时候，阿翠的鬼魂附身在了阿朱身上，声音都变成了阿翠的，对着菜头就是一顿暴打，骂他刚结婚就出来鬼混，硬生生把他拖回了家。菜头被折磨得苦不堪言，他终于明白这个鬼老婆是来真的。他不敢再惹她，每天乖乖地按照岳父的嘱咐，给阿翠的灵位前供上她最爱吃的鸡丝面。可只要她稍有不敬，比如把面打翻，家里的家具就会立刻飞起来砸向她。菜头又怕又气，决定找人驱鬼。于是菜头找到了发小阿狗，阿狗一听就开始吓唬菜头，说女鬼不吸干他精气不会离开，又说自己认识一个神婆，会抓鬼只要1000块。现在菜头今非昔比，直接掏钱。晚上阿狗伙同几个朋友假扮神婆和冤魂，上演了一出鬼上身的戏码，想再骗菜头一笔钱。结果演到一半，灯光意外亮起，骗局当场穿帮，菜头被气得七窍生烟。一计不成，菜头又在街上找到了一个自称灵霸大师的道士。这道士看起来神神叨叨，却号称不灵不收钱。他来到菜头家中设坛做法，又是念咒又是烧符，一番操作猛如虎。然而当他试图收服阿翠的鬼魂时，却发现阿翠根本不是什么游魂野鬼，而是这栋房子的一家之主。他一个外来道士根本无权干涉。大师被阿翠的强大气场吓得屁滚尿流，丢下一句他赶我走还差不多，就落荒而逃，2次驱鬼失败。阿翠彻底被激怒了，他现出真身，附身在大师身上，把菜头狠狠教训了一顿，质问他吃自己的住自己的，竟然还忘恩负义，找道士来抓他。菜头理亏，只能哭诉自己是个活生生的男人，总不能天天抱着枕头睡觉。没想到阿翠听完，竟娇羞地表示今晚一定让他满意。当天深夜，一个身材火辣的导游小姐敲响了房门，原来是阿翠附在了她的身上，来给菜头交代。从那以后，菜头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阿翠开始频繁地附身在各种各样的女人身上来与她相会，今天是漂亮的导游小姐，明天可能就是收垃圾的大妈，后天又变成了满身油漆的装修工。菜头的生活充满了刺激和惊吓，每天都在期待和恐惧中度过。就在菜头逐渐适应这种诡异生活时，麻烦再次找上门来。销声匿迹的九哥带着手下找到了他的新住处，要为当初的太监之仇和他算总账。就在菜头即将被九哥的手下废掉时，阿翠再次出手，他瞬间附身在九哥一个手下身上，声音变成了女人，动作却变得凌厉无比，3拳2脚就把九哥一伙人打得落花流水，屁滚尿流的逃走了。经历了这次英雄救夫，菜头对自己的鬼老婆崇拜不已，他那颗好赌的心再次蠢蠢欲动，结果他的赌运依旧。老丈人给他的彩礼很快输光，他又想变卖家里的珠宝，结果刚出门就遇到了摔倒的老太太，他刚要搀扶，意外发生了。别动！原来你也是抢人的，别动！我们发财了，快走啊！好。走投无路的菜头只能去求阿翠帮他到赌场赢钱。阿翠告诉他，赌场门口有门神守护，他进不去，除非菜头用一把油纸伞遮住他的灵位，才能把他带进去。他还嘱咐菜头进去之后，每一把都必须压3个6。菜头将信将疑的照做了。果然一进赌场，阿翠的鬼魂就出现在他身边。菜头按照指示把把都压3个6，结果竟然连开2把豹子，瞬间赢了9万块，惊呆了整个赌场。赌场的反常惊动了老板，老板先是让手下的老千上场，老千一眼就发现了不对劲。老板，这张椅子湿的，好像有一点邪气。老板立刻命令赌局暂停，然后请来了一位法力高强的八妹坐镇。八妹气场强大，一出场就和阿翠展开了一场凡人看不见的法力对决。来不及，来不及，百无禁忌，走！阿翠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八妹，看来只能在赌桌上见真章。只见八妹用冥币擦拭筛中隔绝法术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摇出自己想要的点数。可阿翠丝毫不慌，结果一开中骰子，居然是斜的双方斗了个平手。八妹知道厉害后，摆下横刀煞，对准阿翠，想要断了她的财运，然后又将黑狗血喷入筛中。阿翠也感觉到了棘手，但她依然下注在3个6上。就在开中的那一刻，最后一颗骰子像打了鸡血一样不停转动。八妹率先出手，用横刀煞将筛中劈开，眼看骰子就要变成1点，阿翠也发力了。最终道高1尺，魔高1丈，阿翠的法力更胜一筹。赌场老板彻底怕了，他客客气气地把菜头赢的钱双手奉上，还额外给了一大笔封口费，只求这位瘟神以后再也别来。
菜头一夜暴富，数着满床的钞票，乐得合不拢嘴。可就在他以为人生已经到达巅峰时，岳父刘三叔又找上了门。三叔告诉他一个好消息，阿翠已经找到了新的心上人，一个浑身肌肉的猛男决定跟他离婚了。吃到甜头的菜头可不干了，而作为补偿，阿翠早就为菜头物色了一位新的老婆，那正是他心心念念的空姐邻居。看到这里又回到了刚开始的问题，假如是你会娶一个阿翠那样的女鬼吗？我是小 K， 我们下期见。